好莱坞平静的一天，刚享受完生日2人世界的戴安和花生酱开车回到家里。原本大家想着收拾完就洗洗睡的，结果花生酱一开门，屋里满满当当全是人，大家都来参加了花生酱给戴安举办的生日惊喜派对。戴安惊呆了，面对花生酱的问题是一个字也答不上来。2个小时后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戴安和花生酱大吵了一架。波杰克觉得气氛有点尴尬，准备走了，花生酱拦住了他。波杰克还是想要拉着旺达走，因为他们要参加更重要的派对，旺达的表哥就叫更重要。波杰克一走，所有人都跟着他离开了。卡洛琳拽着陶德也离开了。车上，卡洛琳告诉陶德，戴安和花生酱最久3个月就会分手。陶德不解，卡洛琳给他分析起了蛛丝马迹。上次戴安的生日派对，他们就曾因为一个问题大吵大闹。陶德打岔了一下，2人在闲聊时差点撞到了过马路的一对母子。卡洛琳看到那个小孩有点眼熟，很像自己的男友文森特成人，他的脸就是化成灰，自己也认得。陶德安慰他说，大众脸的人海了去了，还有人说自己是哥多维亚王子呢。卡洛琳忽然觉得自己很蠢，为什么文森特从来不邀请自己去他家，所以才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朋友。陶德懵了，表示你说啥呢？卡洛琳居然认为文森特是一个有家室的人，那个小孩是他的孩子，而那个女人是他的老婆。这要是波杰克听到，怕不是会晕过去。卡洛琳决定喝一杯，看样子陶德是暂时回不去了。卡洛琳给文森特打了电话留言，陶德认为事出必有因。卡洛琳干了一大口说，难怪他经常穿着风衣，因为他很卑鄙。刚说完，文森特就来到了卡洛琳家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卡洛琳拽起陶德的领子，让他从排水管道滑下去车里等他，因为文森特的脾气很差，肯定会大发雷霆。陶德笑着说，你真该庆幸我喜欢滑来滑去，说着翻了出去。没想到一开门，竟然是文森特的儿子，名叫凯文的孩子告诉卡洛琳，这些都是事出有因，而自己的爸爸在找停车位，马上就来，自己要上厕所，说着熟练地走了进去。在车上百无聊赖的陶德翻到了赫比的骨灰，看到上面写的草药，猛吸了一口，然后嫌弃的拿开了，接着玩起了自己的手机。几个问题后，他觉得无聊了，问手机有没有问题想问他。手机问陶德什么是爱情，陶德思考了起来。文森特敲响了卡洛琳的家门，解释说凯文是自己的儿子，但自己已经结婚了。凯文在厕所，但是自己在这里，所以肯定是2个人。这句话反倒有些此地无银300两的意味了。说完准备走，却被卡洛琳拉住了。被困在爱情漩涡里的卡洛琳只想问他为什么不告诉自己。文森特也顺着说，怕卡洛琳知道自己有孩子以后就不会继续和自己在一起了。卡洛琳问他还有没有别的秘密，文森特思考了一下说没有。卡洛琳让文森特去看看凯文，他在厕所里待了很久了。楼下的陶德和手机玩得不亦乐乎，手机问陶德自己是不是与他相爱了，陶德还没回答，卡洛琳的办公手机就告诉陶德的手机自己爱上了他。他一直都只是遥远地爱着陶德的手机。陶德懵了，电子手机会爱上赛博语音助手吗？卡洛琳的办公手机问陶德能不能让他俩接吻。在2个手机的催促下，陶德将他俩拿了起来。凯文和卡洛琳打招呼，卡洛琳觉得好奇怪，从没有看到过2人同时出场。凯文趁着卡洛琳接水的间隙，将他爹摆在了沙发上。卡洛琳和文森特说话没有得到回应，要是有回应就有鬼啦。没想到还真见鬼了。凯文在旁边找理由时，一旁的文森特居然真的在动。这边2个人工智障给陶德整得够呛，又是接吻又是阻止系统升级。手机忽然好像悟了什么，告诉陶德爱会让人痛苦，还是升级系统阻止恋爱吧。卡洛琳回忆起2人的初遇，那时候的卡洛琳在寻找人生的真谛，最错误的将文森特认定为自己的真命天子。卡洛琳认为大家都应该停止伪装。刚升级完手机，卡洛琳就坐上了车，问自己想不想回家。陶德问卡洛琳2人有没有和好，卡洛琳难过的说他们分手了。陶德安慰他，并说爱情好诡异。卡洛琳也认为如此，自己愚蠢的以为世间还有浪漫，但现在不能再欺骗自己了。同一时间离开的波杰克和旺达2人在回家的路上，旺达为自己提出的问题让2人吵架而感到抱歉，毕竟在他沉睡的这段时间有太多人离去了。波杰克安慰他不是他的错，毕竟2个人在一起会争吵是很正常的。波杰克觉得他们俩的进展速度有点太快了，没有
深思熟虑就同居了。旺达觉得这段日子过得还不错，波杰克却说过段时间就不一定了。旺达认为才只同居了2个月，好多事都能再缓缓。他给波杰克讲了个笑话，一个天赋异禀的园丁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多少包肥料，但这一次他失误了，多了1包肥料，所以那个园丁就很慌，在回家路上将肥料丢在了高架桥下。故事就此结束。不止波杰克，我听完也一脸懵逼，他觉得这个笑话不好笑。旺达认为不一定要每件事都好笑才算笑话。波杰克将话题拉了回去，他觉得应该等相互了解对方了再各自退一步。说话间撞飞了一头鹿，旺达觉得应该把那头鹿送去医院，波杰克却无所谓的样子。旺达决定自己下去寻找那头鹿，走向了森林深处。波杰克原本嘴臭的说自己不想去，最后还是下车跟上了旺达。旺达通过自己的种族天赋找到了那头鹿，但那头鹿却非常的不友好，因为他被撞了4次，没有医保来支付费用了。波杰克告诉他自己愿意出钱让他治疗，然后扛上了这头倒霉的鹿去往了医院。在医院等待时，波杰克翻看起夏洛特的名片，旺达一回来他就心虚的收了起来。旺达再次给波杰克讲了个笑话，一个女孩翻到了高中时给前任写的抓马信件，抱着开玩笑的心态寄给了前任。现任一听气炸了，送女友回高架下的公寓后，在回家路上发现了车后座的一袋化肥。波杰克还是不解，旺达告诉他有些事是要慢慢来的。时间线来到了花生酱和戴安这边，花生酱找到了正在洗碗的戴安，戴安生气地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，甚至掰碎了手中的盘子。戴安觉得花生酱让自己在朋友面前丢脸了，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话。花生酱问戴安，难道不会因为自己开了个超赞的惊喜派对而加分吗？但戴安根本就不想要这样的惊喜派对。花生酱总是自以为是的认为大家都喜欢他喜欢的东西。花生酱追着戴安说自己给他办了个派对，可是他却不领情。戴安转过头生气地说，你是给自己办了个超棒的派对，而不是给我，因为今天一切的主角都是花生酱。戴安推开书房的门就掉进了球坑里。花生酱嘲笑戴安很成熟，自己玩球不带他。戴安无语，为什么自己的生日派对会有球坑？花生酱说戴安小时候一直梦想家里是一个舞厅，说着就掏出了一件印了2人卡通头像的 T 恤，跳进了球坑里。戴安生气地离开了书房，在经过备用卧室时，发现里面被装潢成了新某客咖啡店的样子。花生酱为此真的费了很大心思。戴安说自己不喜欢新某客，花生酱急忙说戴安喜欢可以随意喝咖啡的地方，而新某客就是一个最方便的地方。花生酱翻进吧台，熟练地套上了员工2件套，给戴安做了一杯5音美式。接着花生酱带着戴安去了满是果冻的泳池里。戴安说自己也不想生花生酱的气，当然花生酱也不想让戴安生气，毕竟2人能在一起的日子就那么多，他希望每天都能快快乐乐。戴安忽然意识到花生酱做的这一切只是不想让自己去科多维亚，他很生气，毕竟自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。与花生酱而言，他完全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去一个饱受战争摧残并且疾病肆虐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和一个英俊帅气有魅力的千万富翁单身汉一起。戴安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幸福，不只是和花生酱一起的日子，是身边的一切都不幸福。自己已经35了，但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觉得人生无望，想要做出改变去帮助别人，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，成为了早上起床的理由。花生酱当然也很委屈，因为戴安从不告诉自己这些，而自己每天只是在沙发上坐一天，等到戴安回来才会开心。戴安告诉花生酱，自己知道花生酱很爱他，但自己的生活不能只有他一个人，自己生来不该如此。花生酱妥协了，就算戴安尝试新奇的东西，自己依旧会爱他，而只要自己做自己，戴安依旧会爱自己。2人在交流以后冰释前嫌，决定一起去球坑里玩玩。本集从4个角度讲了关于爱的故事。陶德的手机和卡洛琳的手机相爱了，看似荒诞的情节，其实更多的是在说，或许机械都会有感情，但很多人学不会相爱，实在是很讽刺，但却很现实。最后手机还是选择了升级系统，不再相爱，因为坠入爱河的同时会让人感到痛苦。卡洛琳和文森特也是荒诞的一对，卡洛琳始终以为凯文真的是文森特的孩子，但事实上卡洛琳所需要的并不是爱，只是倾听。凯文作为孩子会更有耐心的去听卡洛琳的看法，而这也是很多成年人所做不到的。波杰克和旺达，可以说旺达确实曾给波杰克带去过光，但是波杰克又会坠入自己的内心匣子里走不出来。旺达是个纯天然的自然派，他觉得一切都要慢慢来，爱是细水长流。但对于波杰克这样的老手来说，
反倒是爱如探汤。大安和花生酱大概是最幸福的一对，因为天生乐天派的花生酱是最不会做出出格举动的塞尔达。对于大安想要自己的空间也会放手，对爱的让步不是怯弱，反而是更加勇敢。爱于每个人而言都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，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感情，所以爱才能被称之为爱。那么你的爱情又会有怎样独特的情绪呢？